其实你一直觉得我比不上那个程志远，我永远不可能有他那么有能力。你刚才所说的话，你否定了我所有的努力，你破坏了我一天的好心情。你为什么会这么想？走，回家，走。小二，你看，对不起，他不做了。又不做。沈航。猴子，猴子。让我相信梦不再是相反的，爱情来与情手一着，感觉不到痛了，心中越荒漠，此刻就越发清澈。还没想明白吗？阿姨，不管您问我多少次，我还是那个答案。我告诉你，你现在给沈侯带来的，全部都是辛苦和压力。你现在还坚持认为，为了爱情跟他在一起是正确的选择吗？阿姨，我不明白您什么意思。你知道不知道？沈侯为了你风餐露宿的去送外卖来，他哪里吃过这种苦啊？从小到大，我和他爸爸把他呵护得非常好。我明白了啊，你就是想通过这种方法，要磨平他的骄傲，束缚他的自由，让他吃你没有吃过的苦，受你没有受过的罪，对吧？你这哪里是爱情啊？这明明就是折磨啊，就是一种灾难。怎么在送外卖啊？你不知道是吧？好，我发给你看。陈总，我坐吧。这个是沈侯替你给我还的钱，我觉得这件事情你有必要知道。那不好意思，这钱我就先拿走了，欠你的钱还是从我的工资里面扣。好，谢谢。哦，对了，我要跟您请半天假。可以。谢谢。嫂子，来，赵玉华，沈侯跟你在一起吗？他呀，在，我该说在还是不在呀？你们打工的地址在哪儿？你把地址发给我。啊？他都告诉你了？我就说嘛，这事儿有什么好隐瞒的？怎么样，感动吗？痛哭流涕了吧？我都想嫁给他了。我真不知道你们女人是怎么想，到底我们男人怎么做你们才会满意啊？沈侯给你借的钱我已经拿到了，你给我那个卡号，我给你打回去。那个不着急的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还是得谢谢你啊。不是你这不是客气了？那我先挂了啊。我等你给我地址啊。哎，好嘞，拜拜。小沈，这是你第1个月的工资，一共3800。愣着干嘛呀？还不快收了！老板专门用红包给你包着，就是为了图个吉利。以后啊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发。而且老板还给咱们多加2菜，给我谢谢老板。谢老板。嚯！来吃饭。好，谢了啊。快点。哎。
哎，对了，赵雨涵呢？他还没回来。哦，我给他留了一碗，不是吧？哦，太香了啊！那当然了，发工资这天啊，饭菜是最香的。嗯，哎，你第一个月的工资准备干嘛呀？我先带女朋友吃顿大餐，然后剩下还债。女朋友，正好，我也想找一个。啊，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？我呀，哎，你看对面的姑娘，我就想找一个这么漂亮的，但人家肯定看不上我。哎，他走过来了，不会来咱们店里吃饭的吧？小小，我已经把赵雨涵的钱还给他了，还有陈志远的钱，我会慢慢的用工资再还给他的，好不好？我们回家吧。你为什么要还钱？我不想你在这受苦呀。我不觉得苦。你知道我每天早出晚归，我刚刚凭借自己努力赚到人生第一份工资，你知道我有多开心吗？我刚满心欢喜想晚上带你去吃什么。可我不想你为了我这样。我这样怎么了？我凭着自己努力赚钱，不跟你以前一样吗？我知道，但这份工作不适合你，你没必要这么辛苦的。你难道就为了替我还那4万块钱，就要像我原来一样什么都做吗？我求你了，我们先回家。工作的事我们慢慢再说，好不好？好，我懂了。其实，你从一开始就不相信我可以自食其力，你不相信我可以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，你不相信我可以给你一个美好的未来。电话。谁呀？你的？我才不接，要接你接。干嘛？你好啊，干儿子，沈侯跟你在一起的吧？沈侯他睡着了。他没睡着，别替他打马虎眼，这也不是第一次了。你这样，你放到免提上，我说的话不要让他听到。喂，说吧。儿子，我跟你爸，我们都很担心你。是吗？这样好不好？不管怎么样，就是出现天大的事情，你也先回家。有什么事儿呢？咱们回家坐下来慢慢说啊。你们能接受小小了？我现在不想跟你探讨这个问题啊。妈，你知道的，如果你们不接受小小的话，我是不会回家的。你怎么就这么倔呢？不就是谈个恋爱吗？妈跟你打赌，这不是你这辈子谈的唯一的恋爱。那你当初为什么会和我爸结婚呢？如果恋爱真的只是一时冲动的话，那你和我爸怎么就在一起这么多年呢？正是因为我是过来人呐，所以我知道这里面的不容易和艰辛啊。哎，你以为你现在得到的这一切都是那么轻而易举的吗？那都是我们给你铺垫好的，你想要什么有什么。可如果有一天呢，如果你失去这一切，你看谁还爱你？有一天你没有钱去买面包的时候，他还会爱你吗？妈告诉你啊，这个世界上女孩子比男孩子往往更现实、更早熟，你懂吗？尤其像他那种家庭出来的。如果说你是来劝我分手的话，那我们没什么可聊的。好，好。如果你执意这么做的话，也别怪我跟你爸爸无情。
你就往下走到底吧。岂有此理呀！真是。来，去火啊！哦，我这是特意给你淘的10年的老白茶，哎，既不影响睡眠，又能养生啊！养什么生啊？养出个白眼狼！切！你今晚回家吗？我想跟你聊聊。叶小晨，你是把技师的衣服穿上了吗？按摩服呀。我只是不太习惯脱了衣服按，所以你要穿着这个按摩？嗯。你从一开始就不相信我可以自食其力，你不相信我可以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，你不相信我可以给你一个美好的未来。其实你一直觉得我比不上那个程志远，我永远不可能有他那么有能力。怎么了，小陈？做一半就出来了，出什么事儿了吗？有什么事儿可别憋在心里啊，容易憋出问题。而且啊，难的事情说出来就不难了。这样，鞋子允许你分3期给我。 5期。成交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其实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我跟我男朋友吵架了。你有男朋友？嗯，很奇怪吗？没有啊，就是觉得你深藏不露的。为什么吵架呀？我们之间有点误会，他认为我不相信他的能力，但是我其实是不想他为我牺牲太多了。你这个男朋友是不是不如你优秀？不啊，他很聪明的，而且他特别会说话，个子高高的，长得又帅，笑起来的时候还特别好看。我说的不是这方面，是个人能力问题，就是说他学习是不是不如你好，然后工作是不是也不如你？那这倒是有点。这就对了，我跟你讲，小陈，男人的自尊心啊都是很强的，他们都是想找那种被女人需要的感觉。我看你不用猜我都知道，你是不是从来不会跟他们提要求？你这样会让男人非常没有存在感，他们会觉得你不需要他们，甚至轻视他们，很伤自尊心的。可是我觉得他为我做的事情也会伤害他的自尊心。你怎么这么死脑筋啊？这个问题你要换个角度去想，男人为你做事情是为了什么？他们就是为了为你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得到你的赞美，得到你的，就好比，你好棒啊，这种事情都能做得到，我没有你我该怎么办啊？你怎么那么棒啊？不要离开我。谁？哦。我感觉你根本没有明白，
我可能白说了。你再想想，我去买单。哎。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cannot be connected. 是这样的，金融圈子不大，对于人品有问题的人，我们公司不能录取。不好意思。Sorry, we can't hire you. 对不起。哇，长腿迷人，杨柳细腰，长发飘飘，这得是女神级别的吧？哎，没听说公司来新人啊，会不会是客户啊？哎，谁啊？你自己去看不就知道了。美女，你东西带了。你不会想说掉的是你的心吧？姚晨，你搭讪的套路是不是得改一改了？小陈，早。叶小晨怎么变这样了？我刚以为我跟 Cindy 接触啊。看什么呢？上班时间不用工作啊？聊什么呢？哎，程总。哎，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我的作品呀。陈总早。你们干嘛呢？乔总早。早。怎么了？啊？问你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哦，挺好的，不错。不过你们俩什么时候关系这么好了？我们是上下级关系，有什么好坏之分吗？我这样对他只是因为为我们公司的形象考虑。哦，有问题吗？哎，问你呢，觉得怎么样？有没有什么问题啊？不错，不错。嗯。啊，欣欣，工作了。好。啊，对，我要去厕所。乔总。李辉。哎。办公室。
有什么事儿不能在公司说，非得来这儿啊？没什么，就是想问你一下，最近跟沈侯怎么样了？怎么会问这个？我俩是出了点小问题。其实爱情这个东西啊，如果两个人要是真的不合适的话，也不用勉强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是怕，如果你们继续这样下去的话，沈侯迟早有一天他会伤害你的。如果注定结局是这样，那还不如长痛不如短痛。我知道您一直都很关心我。您刚才说的这些道理呢，也都是为了我好。但是我有我自己的想法，我也有我自己的解决方式。我和沈侯之间就只是需要磨合，我们没有任何原则性的问题，所以我觉得您不用过于担心我们。你要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回去上班了。那要是有呢？有什么？原则性问题。如果真的有，我会和沈侯一起努力的去把这个问题解决掉，也用不着您来操心。请。沈先生，有人找你。找我？谁啊？等一下啊！过来坐。随便坐。这半个月，你还好吗？你过得倒是挺好的。对不起。我知道你送外卖是为了我，那天是我的错，是我说错话了，对不起。能让这事儿过去吗？我算了一下，我的工资每个月除去要还陈志远的钱，剩下的如果节约点是够咱俩的日常开销了。你的工作可以慢慢再找，但是我不希望你再做这么辛苦的工作了，可以吗？沈侯，我需要你不是因为你多能吃苦多能赚钱，是因为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非常开心，我非常快乐，我不能没有你。我一直在想，如果我们的关系再进一步的话，是不是就不会有这么多的误会了？那怎么样再进一步？
不是跟我说你想结婚吗？你是认真的吗？我其实已经把户口本拿出来了，我只是一直没告诉你。他这么优秀，你又没工作，拿什么养活他呀？我肯定会找一个很好的工作。我一定会把您还有小小照顾得好好的，你妈就绝对不会再问别人借钱了。我可以的。对不起，小小，我不能跟你结婚。不是我不想，是你现在看看我，我现在这样落魄的样子，我怎么跟你结婚？我拿什么跟你妈保证？我能给你幸福吗？我可以什么都不要，可是我要，我是个男人，我要赚钱，我要让你过上更好的生活，我让你不再开口向别的男人借钱。我要正大光明的把你带到我爸妈面前，告诉他们，我可以养活你，而不是像你现在这样，依然这种想法、这种语气告诉我，你可以什么都不要。所以你不想结婚？我想，我太想，可是我现在不能。我明白了，我走了。小小，对不起，你能不能再多给我一些时间？没什么好对不起的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梁小晨，你会做饭吗？我会啊。门没锁，自己开门就好了。谢谢姐。门口有拖鞋，自己换。阿姨这几天病了，有点乱。哟，你什么糊了呀？啊，有味儿啊？嗯，我面糊了，我刚到了。我感觉我跟厨房的关系好像总是处理不好。你需要我帮你吗？这样，你先尝尝我煎的牛排。哎呀，你是要我帮你试毒吗？这500多块钱一块呢。魔女做的饭果然也是这么的魔幻呀！你自己吃过吗？我专门留给你的。我看要不还是算了吧，我看你这还有什么吃的，让我找找啊。小陈来了。
他还是不知道我到底想要什么。我在这段感情里，我已经很努力了，我也在拼命的为他改变。可是为什么我看不到希望？我不是不想结婚，我只是不想一无所有的跟他结婚。你明白我的？不是，我明白。你等会儿，他刚才来这儿是跟你求婚的。不是，猴子，我觉得我得说你两句啊，这事儿你不对啊，你这就有点矫情了，你知道吧？他能跟你结婚，就证明他对你是认真的，你这就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。你知道我有多羡慕你吗？别说求婚，魏彤就是能答应跟我在一块儿。喝酒。哎呀，行了，过去了啊。这不小陈吗？那男的是？不是猴子，这肯定是个误会，这绝对是假的。这照片。小侯，你别再污蔑小小了，我对他什么都不会变，你别再费劲了。烦不烦啊？消消气儿，消消气儿，肯定是假的啊！他不是那样人。满足。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？没什么事儿。没什么事儿，你给我打电话？哦，好像是我打的啊。当然了。什么事儿啊？我跟他求婚了。你求的婚？嗯。姚晨，我真是小瞧你了，你女英雄啊！什么时候结婚？他拒绝你了。好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呀。挥别错的才能跟对的相逢，分了手才能有更好的等着你。可我没想着跟他分手。我跟他吧，你可能不太了解，他对我来说特别重要。就在他没出现的时候，我的世界只有2个颜色，一个黑，一个白。可是当他出现了，他就像一束阳光一样，把我整个世界都照亮了，还给我带来了五彩缤纷的颜色。这就是我离不开他的理由，这是他的魔力啊！我没有想到你对他这么迷恋。那如果你俩真不合适呢？不会的。大学的时候，你们2个是可以很纯粹的谈恋爱，享受爱情。可是等到了社会上，你们要共同面对生活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，2个人一样的人生观、价值观比什么都重要。要有一样的追求，要有一样的步调。现在的你，为工作努力，为现实筹措，他在干嘛？他追得上你的步伐吗？难道这个不会伤他自尊心吗？你们的问题会越来越多的，矛盾会越来越升级的，然后到最后你们就真的根本没有办法去面对。好了，行，我现在不想再听这些事儿了，咱换个话题聊聊。那我们聊点什么呢？
说一说我。你别看我跟你说的头头是道的，其实，在爱情面前，我才是一个十足的失败者。程志远是我前男友，你知道吧？他跟你说的。他还跟你说什么了？没了。他就没有告诉你，我们俩的开始是因为我的阴谋。我为了能跟他在一起，在一个下着大雪的天气里，把他约到了我们学校的实验室。你找我来，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吗？我们直接点，你觉得我怎么样？很好啊。做你女朋友怎么样？不好意思啊，我还没想交女朋友。现在可以开始打算了。好，那你容我考虑一下。你有2个小时的时间。什么意思啊？我让詹姆斯把门锁了，也就是说，在未来的2个小时的时间里，这里只有你和我。你有这么赶时间吗？我只是不喜欢拖泥带水。那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我的答案。说2个小时就2个小时，你有的是时间慢慢考虑。计时开始。到时间了，我考虑清楚了，我暂时还不打算交女朋友。知道了。詹姆斯，詹姆斯，詹姆斯，詹姆斯。坐这儿。怎么了？你发烧了？如果你不喜欢我，不想跟我在一起，不要在这个时候对我这么好。过来。开好。Lucas， 你想好了？是，我想明白了。Stop。怎么了？什么？
其实从一开始我就知道，他根本就不爱我，就连喜欢也只有那么一点点。但是对我来讲足够了，因为我很自信，我觉得我那么优秀，他会慢慢爱上我的。我们大学毕了业，我收到了他所在公司欧弟的 offer， 当时所有的人都在祝福我们，可是没想到。志远，你怎么了？胳膊怎么了？胳膊动不了了。我没有想到这场意外居然改变了一切。其实我跟他相处的这2年，我们也不像正常情侣那样，我们也就是牵牵手，拥抱一下，甚至连接吻都很少。所以我有预感，我们不会坚持太久了。那后来呢？后来他回了中国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很快又回到了美国，并且很决然的要跟我分手。几天前，我在欧弟辞职了。你辞职了？那你怎么都没跟我商量啊？人家是为了你才进的欧弟。我有别的打算，我打算回国创业。你要回中国？那我们怎么办啊？我朋友和家人都在这边，我总不能跟你回中国吧？你想过这些吗？还是说，你根本没有打算让我跟你回中国？我从来就不在你未来的计划里。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未来，而不是在谁的计划里。给了。不。给了。为什么突然要分手啊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以为他爱上别的女人了，所以我就赌气答应了跟他分手。可是我后悔了，我给他打电话，他的手机已经换号码了，所以我们就失联了1年多。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知道他在寻找创业伙伴，我就顺着消息找到他，想加入他的团队。我没有想到他会答应，可是他对我的态度，就好像我们之间那段感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。他这么渣呀？后来乔宇也加入了，我们3个一起创建了 DH。其实我在他身边的时候，有很仔细的观察过，可是我并没有发现他有任何暧昧的对象。我就是觉得他这个人都变了，又说不清楚是哪里变了。他对所有事情都变得很冷漠，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在工作里。你知道吗？那个时候我为了引起他的注意，我甚至陪他加班。我还很讨厌乔宇，因为我幼稚的觉得乔宇来了，让我在他心里连能力很强的这个地位都不保了。所以你还说我是迷恋，你不也一样吗？我一直觉得陈志远对你有意思。
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别想多了。你一定要相信我的第六感，我很了解他的。程志远这个人对所有人都很好，只有对你，在你的事情上，他的情绪总是表现得很特殊。他跟你说过他有个妹妹吗？他有个妹妹？对啊，他跟我说过，我跟他妹妹感觉很像，所以我觉得他对我好，可能是因为出自于这种情愫吧。你不觉得这个听起来特别像大叔欺骗小女孩的一种套路？其实跟你说了这么多，我就是想告诉你，感情就要当机立断。如果你决定不分手，那不管有多少的误会，不管有多少的阻碍，你都要想尽一切办法去解决。但是如果你一旦决定分手，你就要快刀斩乱麻，不要像我一样拖拖拉拉，这样你才有空间去追求你自己的幸福。你喝了一宿啊？不是，你换个姿势也行啊。你告诉我这什么酒啊？为什么喝不醉啊？这不含酒精。不是，你不能喝了！别！一宿了，大哥再喝糖尿病了。你可真行。我本来觉着吧，失恋了，留着胡子喝顿酒特酷。现在看你这样，一点儿都不酷。我告诉你，咱俩从小就认识，你一直都是意气风发的样子。什么时候像现在这样了？你让一个女人折磨成这样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行就在一起，不行就拉倒。大男人就得坦荡一点。照片的事儿，你要是真是特别在意，你就直接去问他去，总比你在这自我折磨好吧？啊！我告诉你，沈侯，这次你别说我不站在你这边啊，你要还是现在这个样子，严小晨有一天要是不小心真的被谁抢走了，你可别后悔。你回来了，你没吃饭吧？我给你弄吃的去。香香，对不起，我想通了。本来我是想，等我有能力的时候，我再风风光光的娶你。可是比起未知的将来，我发现我更怕你提前被别人抢走。傻瓜，有没人和你抢？不哭，哭了就不漂亮了。香香，我们结婚吧。行业渐受风头追捧。据统计，上半年国内电子商务企业已经完成23笔融资交易，总融资规模达到3.3亿美元。而在请假了没？不会不记得下午要去干嘛吧？总融资金额达3.37亿美元。6月份，
共有9家企业宣布获得风投，总规模超过1亿美元，为电子商务行业融资史上最活跃的月份。企业掀起自建物流风，物流体系已经成为限制电子商务发展的瓶颈。货不对版，难以验货后付款，已成为网络购物的致命伤。跟谁发消息呢？小这么点名啊！开会的时候就分神，小心我跟森迪姐举报。举报别人之前，先检讨一下自己。这份报告写得一塌糊涂，到我办公室来一趟。哦。对。沈总的文件你帮我给他吧。希望我出来的时候还能再见到你们。加油加油！老板，你的资料。好，放那吧。怎么？还有什么事儿？我下午想请个假。请假？干什么呀？我要跟沈欧去领证。怎么了？不行吗？小常，这件事情你能不能缓一缓？为什么？有些事情我需要去确认。我结婚，你要确认？不是，你要确认什么呀？你这人怎么管闲事管得那么宽啊？反正我不管，你就算我旷工，扣我工资就行。杨小晨，你能不能就听我这一次？就这一次。不能。喂，好，那就周5下午。不行，不能来我们公司楼下，我把地址发给你。再见。你好。哎呀，我们现在该干什么呀？我也第一次来，你问我。来排队先。你好。是不是得拿这个表啊？表在哪儿呢？行，快来，那边很简。表啊，不管，先那个证。啊，这我的。好的，去那边照相啊。好，谢谢。你好，你好。这是他的。哎，好的。这是我的。照片拍了吗？什么照片？那先去那边婚检，然后去那边拍照，好吧？好了，谢谢啊。来。谢谢。婚检。我们自愿结为夫妻，从今以后，我愿意用坚实的肩膀负担起你一生的幸福。我愿意用一生的柔情构筑起你爱情的港湾。无论环境是好是坏，生活是富贵是贫贱，身体是健康是疾病，事业是成功是失败，我们都会相互支持，所有困难一起承担，所有快乐共同分享，相濡以沫，忠贞不二，
不离不弃，白头偕老，直到永远。小小，今天是我们结婚的第1天。虽然这个蛋糕有点土，有点小，那你就将就一下。等我以后自己赚了大钱，我一定给你准备一个最难忘、最浪漫的婚礼。到时候把雨神、魏头，所有人都叫上。到时候我再定制一个10米高的大蛋糕。10米高得怎么切？你是让我站在你肩上往下咔的切吗？那好像也不够啊。小小，我们真的结婚了吗？对啊。那我现在是不是应该叫你老婆啊？不行，我得练习一下。老婆，你别笑啊！我重新来。老婆，我们结婚了！我们结婚了！我现在是他的人了！我们结婚了！我们在一起了！我们结婚了！喊什么喊啊？结了婚赶紧回家，别在这儿吵！结婚了还不让喊？小小，我们真的结婚了，我们以后再也不会分开了。这辈子都不分开。老婆，老公。接下来我会对对不起，我迟到了，对不起。好，没关系，坐吧，下不为例啊。接下来我会对各领域的投资项目做一下综合的评估。商业用房的供求矛盾现在是比较突出的。其实，在前几年经济过热的时候，商业用房还是比较畅销的。但是随着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，这几年处于下降的趋势。但是商业用房的住房面积又不断增加，就加剧了这种供求关系的矛盾。所以我建议，我们的项目重心应该从房地产行业转向于新兴的互联网金融行业。好，就这些。你还有要补充的吗？没有，挺好的。好，那就散会吧。哎，等一下，迟到了，把东西收一下。哎。放着，我来收。哎，潘娜，程总下午什么安排啊？程总，我看一下哈。下午2点，爱因斯坦咖啡厅，深思集团董事长。哦，谢谢。我知道您一直都很关心我，我和沈侯之间就只是需要磨合，我们没有任何原则性的问题，所以我有我自己的想法，我也有我自己的解决方式。那要是有呢？有什么？原则性问题。我跟沈侯要去领证，这件事情你能不能缓一缓？有些事情我需要去确认。安，问一百问，
我们到了。程总，哎，老李，半个小时之后来接我。好。